有一次我去三亚出差，一个老同学知道了，非要拉我到他那个种着榴莲树的大别墅里叙旧。你是不是觉得在豪宅院子里种榴莲挺特别的？因为我这个同学是个富二代，家里巨有钱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色，把妹手段无数。为了贴合妹子们的不同喜好，想出了无数花招。他叫赵振东，是同学们口中始乱终弃、见异思迁的渣男。要不是跟我在初中做过1年的同桌，我也懒得待见他。赵振东不但有钱，而且长得巨帅，特别像魔戒里面的精灵王子。长得帅还不够，他还坚持健身，时刻保持俊朗迷人的外表，所以即使他不主动去追女人，也会有女人扑向他。我们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见过面，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他时，还是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。因为他看上去足足老了10多岁，腰板都有些挺不直了。我调侃他，是不是女朋友换多了，把自己身子搞虚了？他喝了口茶，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，兄弟啊，别提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滥情了，不然非把自己玩死不可。说完，他神经质地把自己从头到脚仔细摸了一遍，那样子看起来特别诡异。那天晚上，他给我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邪性事，这件事彻底颠覆了他的生活态度，让他知道了千万不能再渣下去了。2年前，赵振东在健身房里遇到了一个女人，用天使的面孔、魔鬼的身材来形容这个女人一点也不过分。前凸后翘的火辣身材，配上又纯又玉的面庞，让一帮撸铁壮汉心惊荡漾。他那双会勾人的大眼睛，随便忽闪几下，就能让健身房里的荷尔蒙气息瞬间爆表。但是这个美人很高冷，对围绕在身边的人都爱搭不理。而这里面最蠢蠢欲动、按捺不住的人，就是赵振东。为了看美人，好几次差点把杠铃砸胸口上。按说他阅女无数，怎么就会对这个女人抱有如此大的兴趣？因为赵振东从未见过身材如此性感健美的美人。这不是靠化妆美肤就能塑造出来的美，是长期自律用无数的汗水换来的原始美。高冷的气息，健壮的大腿，细窄的小蛮腰和结实的翘臀，太对赵振东的胃口了，赛过他以前招惹过的各种莺莺燕燕。赵振东被勾出魂的样子，全被他的私教老于看在了眼里。作为一个老江湖，老于深谙这些公子哥的心，于是便怂恿他说，去啊，看他能不能逃出你的魔爪，考验你小子魅力的时刻到了。去就去，还有我拿不下的女人。赵振东刚要走，老于一把薅住他，神秘兮兮的低声道，那个东西下周就有货了，到了我就替你预约，你得坚持用下去，不能断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好，尾款什么时候付？到货之后再付，等我通知。贵是贵了点，但是效果不错吧？赵振东冲着老于竖起了一个大拇指，点了点头，然后自信地向那个窈窕身影走去。那个女人名叫刘欣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赵振东追求她的过程相当顺利，根本没什么挑战性。赵振东甚至觉得她对自己很热情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2个人的关系迅速升温，没过几天，刘欣就搬进了赵振东的别墅里。俩人出双入对，如胶似漆，让健身房里的那帮钢铁直男艳羡不已。但是怪事很快就来了。有天夜里，熟睡中的赵振东被一阵阵尖锐的吵闹声惊醒了。刚要问刘星有没有听见，却发现身边没有人。赵振东起身细听，声音是从卧室门外传来的。
他打开灯下床，拉开卧室门想看个究竟，没成想一幅令人头皮发麻的景象出现在眼前。卧室外的长廊尽头竟然有一群光屁股小孩在地上爬着，那些咿咿呀呀的吵闹声就是他们发出来的。我了个乖乖，任谁半夜起来发现家里多了群孩子都会心里发毛。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，那群小孩看到赵振东后竟然冲着他一起喊起了爸爸，然后一个个向他快速爬来。赵振东傻眼了，他感到了危险的气息。虽然这群孩子在边爬边笑，但他们脸上的表情却十分扭曲。他们一边咧开嘴咯咯的诡异笑着，一边露出了尖锐阴森的牙齿，那些牙齿像锯齿似的向外呲着，还向下滴着口水。小孩们的猩红眼珠直瞪着赵振东，有的眼球甚至挂在了眼眶外。我操，这哪是什么小孩，这是小鬼！赵振东吓得嗷的一嗓子退回到卧室，可是来不及了，一个小鬼噌的窜到了他肩膀上，张嘴就啃了下去。赵振东伸手想拉他下来，小鬼一抬手，呲啦一声，赵振东的胳膊上被划出一道深深的口子，皮开肉绽，鲜血涌了出来。鲜血的味道似乎刺激了后面那群小鬼，第二只，第三只，数不清楚多少只小鬼窜到了他身上。他们好像是在做游戏，一边继续天真无邪的咯咯笑着，一边毫不留情的把他撕碎了。赵振东浑身一阵痉挛，惊醒了。伴随每口呼吸，他感到浑身肌肉撕裂般的疼痛，伸手摸了下，全身皮肤都好好的。又是这个噩梦，赵振东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个噩梦他已经连续做了好几天了。黑暗中，他感到枕边的刘鑫忽闪了下大眼睛，开了床头灯看过去时，却发现他正闭着眼睛，看上去睡得很沉。幸亏只是个梦，赵振东想着，心里安稳了些。困意袭来，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。可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，楼上突然咚咚咚地响起了一连串的脚步声，就好像有人在上面跑步。随后他听到了楼上发出吱吱扭扭的开门声，紧接着咣当一声，一扇门被谁给大力合上了。赵振东这下完全清醒了，楼上有人，他不会听错，声音就是从卧室正上方的位置传来的。他的卧室位于2楼，头顶3楼的位置是一个储物间，里面只放了些杂物，还有刘鑫的一些行李，平时根本没人上去。别墅区监控密集，24小时有保安巡逻，不可能有小偷爬到楼上。那会是谁？赵振东想到了刚才的梦，难道有鬼？不可能。当初买这房子的时候，请高人看过，说这房子的风水不错，面朝大海，紫气东来，还是新房，没有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。哥们儿什么没见过，怕啥？赵振东决定上楼看看。当他披着睡袍来到储物间门前时，突然一阵恍惚，感到四周温度突然降低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紧接着一阵冷风吹来，让他有些微微发颤。真邪门，窗户关得好好的，哪来的冷风？3楼连个空调都没有。他抓住门把手，想要拧开进去看个究竟。啪嗒一声，门从里面被反锁上了。妈的，里面真有人！一阵刺骨的冰冷从手上传来。赵振东低头一看，门把手上结了一层白霜，上面还有他的手印。深更半夜的，怎么不睡觉？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。赵振东浑身一激灵，扭头一看，穿着性感睡衣的刘鑫
出现在背后，睡衣里面的春光若隐若现。赵振东此时根本顾不上缠他的身子，情绪失控地喊道：赶紧拿手机报警，里面有人。刘鑫眼中似乎有一丝紧张，但只是一闪而过。你别吓唬我，家里除了咱俩还能有谁？我哪知道，门从里面反锁上了，你看。说着，赵振东又去拧门把手给刘鑫看，没想到啪嗒一声，门开了。刘鑫眯起眼睛，瞥了一眼一脸迷茫的赵振东，推门走了进去。赵振东这时才发现，冷风没有了，门把手也恢复了温度，别说白霜了，连滴水都没有。储间在灯光的照射下一览无余，没人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难道是老鼠在作祟？赵振东低头观察地面和墙角，没有老鼠屎，大大小小的纸箱子也没有被咬的痕迹。没有老鼠，就算是有，也不可能发出那么大的脚步声。赵振东又张望了下窗户，关得很严实，纱窗没有钥匙打不开，如果有个大活人在这屋里，不可能从窗户上逃出去。妈的，真是出了怪事儿！难道藏在柜子里？赵振东屏着呼吸，一把拉开储物柜，没人。但当他低头时，却发现柜子里有个从没见过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放在储物柜的底部，黑不溜秋的。凑近一看，原来是个2尺来高的泥塑娃娃。他正盘腿端坐在一个宝座上，紧闭双眼，双手合十。赵振东以为这是个泥塑小和尚，再仔细一瞧，心里一惊。那娃娃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好像正在微笑，但怎么看都觉得这微笑很邪性，透着一股子邪气。赵振东越看他越觉得跟梦中撕咬自己的小鬼长得像。更诡异的是，在泥塑娃娃的周围摆了一圈打开的零食和饮料，饮料瓶子里插着吸管，管子里有水珠，像是刚被人喝过的。而且旁边还摆有几件玩具，这些该不会是……赵振东扭头问刘鑫：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？你该不会是在供养小鬼吧？刘鑫马上瞪起大眼睛，嘟着嘴撒娇地说：你恐怖电影看多了吧？哪来的小鬼？我可没那么大的胆子。那这些怎么解释？是你带来的吧？你摆这些零食不是贡品是什么？是我带来的，但这是个东南亚的小财神，求财的。我这不是想着能保佑你多赚钱吗？看你想哪儿去了，辜负了人家的好意。说着，刘鑫双手晃着赵振东的胳膊，眼圈红了起来。赵振东一看那楚楚可怜又娇艳欲滴的模样，立马心软了，马上跟刘鑫道歉：哎，宝贝儿，你早说不就行了，真对不起，都怪我没休息好，做噩梦后神经敏感了。你愿意供着就供着，我不干涉，这总行了吧？刘鑫梨花带雨地说：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请财神的时候，人家说了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不然容易漏财。那你同意我把它摆在这儿了？当然同意，别说摆一个了，摆10个咱家也摆得下。说着，他一把抱起刘鑫性感的娇躯，下了楼。没想到更大的恐怖在等着他。说起赵振东的私教老于，可不是一般教练，他自称是原体操国家队退役的，还当过裁判，人到中年还保持一身完美的腱子肉，这就让一帮年轻人很是佩服。因此赵振东明明家里有健身室，但还要去健身房跟着他练，对他言听计从，该怎么练该怎么补，无不一一做到。赵振东睡不好觉，精神自然萎靡。先开始老于并没有在意，家里有那么出众的一个美女，能踏实睡觉才怪。
但是有一次做器械训练时，赵振东一个恍惚没听口令，差点把腰闪了。老于发现不对劲，就追问赵振东到底怎么回事。赵振东把刘鑫搬进来之后发生的怪事，还有那个噩梦一起告诉了老于。他说什么怪声都没听到，是我在做梦。可我明明听见楼上有动静，每次我上楼去看，上楼梯时还能听见储物间内有声音，等我一开门就安静了。老于一边帮赵振东勒紧护腰，一边猥琐地问道：该不会是白天高强度训练，晚上又不节制，导致身子虚才屡做噩梦吧？赵振东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说道：不能够，要虚也是你先虚。老于干笑了下，继续说道：看他那样子，不太像是个有心计养鬼的人。据说养小鬼的人都面色惨白，身体会被小鬼反噬。刘鑫那样的身材，要哪儿有哪儿。刚说到这儿，老于突然意识到有些失礼，马上向赵振东道歉：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该这么说你女朋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是不是欠下的风流债太多了，被人下了咒？赵振东立即反驳：切，本少从不亏待女人，分手都给分手费的，多少姑娘还想再回头找我呢，哪儿来的风流债？老于见尬聊了，马上转移话题：最近感觉怎样？那玩意儿打进去之后，是不是觉得肌肉更结实了？赵振东捏了捏自己的右臂上鼓胀的肱二头肌，点头说道：确实有效果，对身体没副作用吧？这药算不算违禁？老于拍了拍赵振东的肩膀说：你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给你推荐过有问题的东西？这个药国内没有，国外的健身圈里早就开始用了，稍微有一点兴奋剂的成分，对身体没有害处，更不会上瘾。你又不参加比赛，根本不用担心这个。那就好。赵振东欣赏着镜子中希腊雕塑一般的字迹，举起了杠铃。那晚开车回家的路上，赵振东越想越不对劲，为什么楼上的怪响只有自己能听见，刘鑫却听不见？他心里有些发毛，还是怀疑刘鑫宫的那个小财神一脸邪气。这个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别是个什么邪神。听说这种邪神鬼得很，别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而且怎么跟梦里梦到的小鬼长得那么像？想到这里，赵振东怀疑噩梦和小财神是不是有些许关联，但他又不想在女人面前流露出胆怯，准备上网查下楼上的小财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刻不容缓，他猛踩油门，车子驶进别墅区时，天色已经黑了下来。车子在一条林荫小路上快速行驶，眼见着还有200米就到家了。拐过前面的弯道，就能看见那一排3层高的别墅，它的位于最东侧。突然，一个黑色人影出现在了路当中，赵振东赶紧踩下刹车，可是太迟了，就听见砰的一声，人被撞飞了。赵振东趴在方向盘上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他撞人了，撞的还是个小孩。如果没看错，他撞的是隔壁邻居家那个8岁大的熊孩子。大黑天的，那小男孩站在路中间找死吗？赵振东有些气急败坏，但是他开车撞了人，怎么说都是他的不对，事不宜迟，得赶紧救人。可是等赵振东下了车，往后一看，愣在了原地，地上根本没有人。赵振东觉得奇怪，在附近开始寻找，很快就有了发现。那个熊孩子就在车后10几米远的地方，但他并没有倒在地上，而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背对着赵振东。赵振东有些难以置信，但还是感到庆幸，心想看来这孩子躲开了，不然我的麻烦可大了。
可是他为什么还站在路当中？他走过去拍了拍男孩的肩膀，男孩没动。他又拍了拍男孩的肩膀说：你没事吧？你爸妈知道你出来了吗？我带你回家吧。男孩说话了：你要带我回家吗，爸爸？赵振东心里一惊，这时男孩回过了头，咔吧咔吧的声音从男孩的脖子里传出，就像干枯的树枝被折断的声音。紧接着一张蜡黄干瘪的脸出现在赵振东面前，血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嘴一咧，伴随着诡异的笑容，两排利齿闪出了寒光。赵振东顾不得多想，连滚带爬地跑回到车里，猛踩油门，车子像箭一样窜了出去。房子里漆黑一片，刘鑫还没有回来。赵振东觉得事情越发邪门了，一定和那个小财神脱不开关系。他立马窜到了3楼，打开储物间的门，伸手去开灯，灯泡闪了2下，灭了。真是该死！这种节骨眼上，灯居然坏了。赵振东打开手机上的手电，向里面走去。他倒要看看那个小财神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没走几步，他突然感觉脚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低头一看，是饼干的碎渣。什么人会在这里吃饼干？赵振东心里一惊，想到了什么，他赶紧拉开柜门。果不出所料，小财神跟前有包打开的饼干，里面只剩一半了，周围都是饼干渣。这一幕令人头皮发麻。妈的，这小财神果然是个邪物！赵振东一股子火窜了起来，弯腰就要把那泥塑砸个粉碎。没料到手刚一触碰到它，就像触了电似的缩了回来。小财神睁开了眼，嘴上的笑越咧越大，露出森森牙齿。爸爸！他睁嘴说话了。轰的一下，赵振东顿时脑子充血，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。他吓得往后连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手机也摔了出去。黑暗中，小财神站起了身，一步步向他走来。赵振东连滚带爬地捡起手机，再次把手电灯光对准了小财神，却发现他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跟第一次看见时一样，盘腿端坐在宝座上，紧闭双眼，双手合十。赵振东不敢在这里久留，赶忙把柜门拉上，锁上房门，向楼下跑去。刚到2楼，就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一看正是刘鑫。刘鑫一脸吃惊地看着赵振东。怎么了？赵振东怒气冲冲地朝着他叫喊起来。刘鑫，我 X 你姥姥的！你他妈的在我家养小鬼，那个小鬼活了，你想弄死老子？刘鑫不但没吃惊，反而平静得很。他把身子贴近赵振东，柔声说道：亲爱的，你眼花了吧？我都跟你说过那不是小鬼了，你怎么不信呢？小鬼会反噬主人，那种事我可不敢。再说了，我养小鬼做什么？赵振东的心脏还在狂跳，瞪着刘鑫，判断他是否在说谎。刘鑫继续说：你是不是又做那个噩梦了？休息不好就容易出现幻觉。要不我明天陪你去精神病院看看？我没有精神病，你才有病！赵振东没想到刘星会把自己当成个疯子，这不但侮辱了他的人格，还侮辱了他的智商。你没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怪事，这都是你带来的。告诉你，咱们结束了，你现在就搬走，需要多少钱你说个数。总之别让我再看见你，不然我报警。刘鑫平静地看着赵振东咆哮，淡淡地说：看来没什么可商量的了，我现在就走，明天来收拾行李。
赵振东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赵振东不敢睡觉，他把房子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还连灌了5杯咖啡。他不确定刚才在楼上是不是自己眼花了，怕储物间里那个东西真的下来找他。也许是白天在健身房消耗了太多体力，深夜里他终于支撑不住，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他忽然被狂乱的心跳惊醒，睁开了眼睛。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，这次不是在房顶上，而是在身边。一个2尺来高的小黑影蹲在他枕头边，手里攥着一把长刀。伴随着小黑影发出的赫赫的喘息声，一股股恶臭传来。这不就是楼上那个小财神吗？他娘的，他真的活了，还跑下楼了。楼上的跑步声果然就是他干的。赵振东吓得想起身躲开，却发现自己被5花大绑捆在了床上，衣服还被脱光了。他闭上眼睛，嘴里直喊：你是谁？滚开，滚开！吱呀一声，卧室门被推开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进来：你让谁滚开呀？是刘鑫。他不是走了吗？赵振东努力向门口看去，刘鑫已经把大波浪扎成了马尾，还穿着一身旧运动服，看上去像是学校的校服。赵振东确信曾经对这个身影很熟悉，只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人人都说我和我妹妹长得像，为什么你却发现不了呢？妹妹。赵振东这才想起来，刘鑫说过他有个妹妹，和父母在一起生活。可是那妹妹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是……现在我总算明白了，你不是渣男，你就是个人渣。你对那些女孩都只是玩玩而已，能记住她们的名字就很难得了，更不会负责。赵振东想起了刘鑫离去时的背影，有个女孩哭着被他赶走时也是那样的背影。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对了，她也姓刘，叫刘然。赵振东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他挣扎着开始求饶：你是刘然的姐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她，可是我跟她分手时根本不知道她怀孕了，后来听她同学说起这事儿，想找她也找不到了。呸，你根本没找过她，知道吗？她为了瞒住这事儿，偷偷去小诊所做流产，引发了感染，以后再也无法生育了。我们全家不知为了她流了多少泪。我父母早就说你就是个花花公子，让刘然离你远点，可她完全被你欺骗了，根本不听我们的。你为什么要祸害这么个单纯的姑娘？都怪我那时候不懂事，那时我还年轻，不懂得体谅人。求求你把我放了，我一定努力补偿刘然还有你们全家。刘鑫不耐烦的一挥手，冲他喊道：闭嘴，王八蛋，补偿有什么用？你治得好他的病吗？他现在已经是重度抑郁症了，身边离不开人，不然他随时都有可能自杀。赵振东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，他想起了那个噩梦，想起了老于的话，难道现在就是他还掉孽债的时候？可是到底要他怎么还？就在这时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枕边的小财神举起了刀，正要往下扎去。难道要被凌迟吗？想到这儿，赵振东浑身绷紧，大口喘气。任凭他怎样挣扎，都被困得动弹不得。一股热流从两腿间淌了出来，他被吓尿了。刘星厌恶地一皱眉头，嘲讽道：哼，就是个怂屁。然后他冲着小财神低声说道：好好玩，把他剐了，别留一点肉在骨头上。小黑影举起了刀，切开了赵振东的皮肤，一片片带着血的肉被剐了下来。赵振东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巨大的呻吟声被卧室里忽然响起的交响乐掩盖住了。
蓝牙音箱被刘鑫打开了，赵振东眼见着刀锋在自己的身上乱割，白骨露了出来，今晚得死在床上。这个女人够狠毒。赵振东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白色。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手上插着针头，床头柜上有一个纸杯，里面有几个药片，原来是在医院里。他感觉踏实了些，然后下意识地在自己身体上胡乱摸了一气。你醒了？原来旁边一直有人，看样子是在等他睡醒。一个漂亮性感的女人坐在房间的一角，忽闪着一双会勾人大眼睛。你是谁？赵振东想不起他是谁，只是觉得眼熟，算是你的前女友吧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我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还记得我。赵振东皱着眉努力思索，看来你不记得了。你记得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吗？赵振东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只记得有一个小黑影用刀割他，他浑身只剩下白骨，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想不起来了。你还记得老于吗？健身房里那个私教？女人问道。赵振东有点印象，点了点头。老于被抓了，因为倒卖违禁药品。你现在这样就是被那些药害的。他卖给你的进口注射液说是能增肌，但是里面有违禁成分，会让人产生幻觉。你就是受害者之一，还是最严重的一个。赵振东这一下想起来了，虚弱地说，他说过里面只是有点兴奋剂，不会伤害身体，也不会上瘾。你是不是浑身肌肉疼？其实是用药后产生兴奋，过度锻炼导致的肌肉撕裂。但你产生幻觉后，非说浑身的疼痛是小鬼造成的，还说是我养的小鬼。我这么说过吗？赵振东拼命回忆。那个女人笑了，压低声音说，那天夜里你大喊大叫，还尿了一床，多亏我给你叫了救护车，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从窗户跳出去了。哦，你那会儿住在我家？是啊，要不怎么说我算是你的前女友呢？那女人慢慢走到床边，俯下身子，低声说道，其实要我说，即使是幻觉，也不是凭空而来的，是你的报应。你到处拈花惹草，始乱终弃，现在你把自己吓到了精神病院里，说不定一辈子就在这儿待着了。你说这不是人渣应得的下场吗？赵振东好像明白了一些，警觉地问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是怎么进来的？女人又一笑，我不是刚刚告诉你吗？你是注射了违禁药物，引起幻觉。不对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女人耐心地坐在床边，对他说，我只不过是受人之托，来看看你这个老相识罢了。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牺牲一些色相接近你，然后再把你的药量加大一点点而已。跟你同吃同住，想给你加大药量还不容易？当然了，产生什么样的幻想就靠你自己了。我能保证的只是配合你，把假的弄得像真的一样，还让你觉得家里有鬼，仅此而已。老于那个药的置换能力真是超强，能把你的幻想无限放大。说到底，我得感谢他。赵振东瞪着这个女人，想起来了一切，怪不得自己那段日子总是萎靡不振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一瞬间，他感到所有的血液都涌向了脑袋，他腾的一下坐了起来，伸手就要抓住那个女人。女人一回头看到了他伸过来的手，就在那只手刚刚碰到他的胸口时，他顺势一倒，发出一声尖叫。外面的护士马上跑了过来，看见倒在地上的女人和一脸狰狞的赵振东，马上又叫来几个壮实护工，大家七手八脚把赵振东捆在了床上，把女人扶了出去。
只听见那女人哭着说，她彻底疯了，连我都伤害，我已经死心了，请医生别保守治疗了，加大药量吧，钱不是问题。后来呢？看着正在倒茶的赵振东，我知道后来他没事了，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。赵振东说，后来还是多亏了我妈，那些年他和我爸在美国给我妹妹陪读，跟我联系很少，后来有半年的时间他们怎么也联系不上我妈就着急了。当时我爸还不当一回事，说没人拐卖30岁的男人，可我妈不信，她直觉里我就是出事了，所以就回了国。先是报了警，后来又多方打听，甚至找到了健身房，才找到线索，把我从那家精神病院接出来了。你那个女友呢？消失了，而且找到她也没什么用。等我回家时，房子里她所有的东西早就搬走了。我没有证据证明她害我，更不能说她养小鬼，不然我又成精神病了。我打量了一下四周，你出事的房子不会就是这套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赵振东叹了口气，一靠近那房子我就觉得喘不过气。还有那个被我撞了的熊孩子，人家根本没事，那都是我的幻觉。不过我现在一看见那么大的孩子就发怵，连车都不敢开了。说着，赵振东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。我安慰他说，是啊，那种房子不能留，还是卖了好，大不了价格低一点，总比砸在手里强。赵振东摇了摇头说，原先我也准备低价出手，因为外面早就传开了，说我在里面被小鬼缠身吓疯了，可没想到居然有人出了个高价，我不但没赔，还赚了500万。 F 星星 K， 我正准备悄咪咪的幸灾乐祸一下，听到这个结果，心态有些失衡。那人什么来路？图什么啊？我的声音有些发颤。赵振东仰起头想了想，说道，我也不清楚，听中介说，那个买主好像是靠做传销起家的，买那房子就是看中了那房子有什么灵性，所以我怀疑他在那里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惊呼，为了利益，真是连鬼都不怕啊！赵振东冷笑着说，那是因为他们还没见到过鬼。